5月14号，芬兰总统尼尼斯托主动地跟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通话，讨论了芬兰申请加入北约一事。那普京就表示说，芬兰放弃传统的军事中立的政策将是一个错误。那其实早在克里米亚危机之后呢，芬兰曾经有过加入北约的打算。2016年的时候呢，普京就表示，俄罗斯尊重芬兰方面的选择。那文女士，你怎么来看普京前后态度的这个变化？双方是心照不宣的，彼此给对方留面子。第二，芬兰虽然加入北约，审批还需要一段时间，加入北约以后，如何与北约合作还需要具体的商谈。而俄罗斯现在集中精力在乌克兰，没有精力考虑芬兰的问题。第三，普京既然无法反对芬兰加入北约，只能退一步着想，芬兰加入北约不确定一定是威胁，具体需要看北约是否会在芬兰有军事部署，什么样的军事部署。无论如何，芬兰加入北约，俄罗斯整个的领土将暴露在北约的直接打击范围之内，所以对俄罗斯来讲，这将是未来非常棘手的一个问题。目前在俄罗斯的边界当中，只有6%跟北约国家接壤。但是如果芬兰加入北约的话，它1300公里长的这个边境线将使北约跟俄罗斯的这个接壤的面积大幅的增加，这会有什么样的危险在里面？俄罗斯将北约向东扩大，视为对其安全利益、对其现实影响力的一种威胁。俄罗斯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实际上就是对北约战略东扩的一次反抗，是对美国所主导的国际秩序的一次反抗。如果俄与北约之间的关系无法理顺的话，那未来俄与整个西方世界，俄在欧洲的安全环境都将恶化，受益的只能是美国，俄欧之间都将是这场地缘政治游戏的受害者。上周呢，俄罗斯发出警告，如果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组织呢，波罗的海无核区的话题呢将不存在。有俄罗斯媒体甚至表示，俄罗斯应该用核弹头来应对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最近一段时间，确实有很多舆论都在讨论俄罗斯未来动用核威慑到底这个程度会有什么样的变化？那这对欧洲的这个安全会产生什么样影响？刘先生，也有很多这个理性的观察家认为。这可能就是一种表态，那么跟之前的冷战时期的表态可能没有太大的区别。它其实还是通过这种表态，通过这种方式来使西方能够更关注自己的这种利益的诉求啊。那么我们现在看来，其实这次的俄罗斯的表态也有这方面的一些相似的地方啊，而且我们能看到从最高层来讲，其实并没有做出这样的表态。那么他从不同的这种官员的层次来做这样的表态的话，实际上，某种程度来讲，也是俄罗斯的一种外交风格，它可能是一种外交战术的一种体现。此次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呢，是北约东扩的直接结果。如今呢，北约北扩在即，进一步的威胁俄罗斯的生存空间。俄罗斯必然会以某种方式来进行反制。这种变化将如何深远地影响欧洲的安全格局呢？俄现在的主要矛盾和主要方向还是在乌克兰。既然已经发动了所谓的在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普京的最主要的目的，在短期来看，仍然是要达到其迫使乌克兰放弃加入北约，实现俄在顿巴斯地区的政治利益、安全利益。从中长期的历史去看，俄罗斯在俄乌冲突之后，在未来一段时间仍然有机会，或者说有愿望改善与西方的关系。俄不会贸然打破与俄与北约之间的这样一种冷和平，不会选择热战。毕竟热战对于双方来说都是自我毁灭。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不佳，但这并不影响普京与西方一些政要的个人友好关系。德国前总理默克尔是一个，芬兰总统尼尼斯托是一个。不过，在默克尔去年卸任以后，尼尼斯托的角色就更加至关重要了。尼尼斯托是与普京打交道时间最长，而且是经验最丰富的欧洲元首。而最重要的是，尼尼斯托是普京的常年好友，个人关系非常好，他十分的了解普京，而普京有时候也会告诉他自己的一些想法。此次芬兰要加入北约，尼尼斯托明知会刺激普京，也还是和他进行了通话。双方
到底谈了什么？为什么尼尼斯托说普京异常冷静？芬兰与俄罗斯会否由老友变成死敌？芬兰入约又会否酿成俄欧之间更大的危机呢？一起来洞察关键。5月14号，芬兰总统尼尼斯托主动和普京通话，谈申请加入北约事宜。普京没有拒接电话，他告诉尼尼斯托，芬兰加入北约将是一个错误，芬兰的安全没有受到威胁，改变外交政策立场可能会对双边关系产生负面影响。尼尼斯托办公室随后发表声明称，两位领导人的谈话直接而坦率，并且没有加剧局势。双方认为避免紧张局势是重要的。尼尼斯托在接受 CNN 采访时忍不住称，普京对待这个消息颇为冷静，令人惊讶。Actually, the surprise was that he took it so calmly. His security policy, especially talking with Russia, you have to keep in mind that what is said doesn't mean that you shouldn't be all the time quite well aware and follow up what really is happening. But so far, it seems that there's no immediate problems coming. 实际上，早在2016年7月1号，普京就曾对芬兰考虑加入北约一事做出回应。当时正在芬兰进行工作访问的普京，在两国元首联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无论芬兰是否加入北约，俄罗斯都将尊重芬兰的选择。但芬兰一旦加入北约，则意味着芬兰的国防丧失了独立性，因此俄罗斯也将调整自身的军队部署。而在5月16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吉安组织峰会上表示，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不会给俄罗斯带来威胁，但是北约方面假使将军事基础设施扩展到这些国家，那将引起俄罗斯的回应。回应如何，将取决于其行为对俄罗斯造成的威胁来评估。与此同时，俄罗斯外交部则猛烈抨击芬兰和瑞典申请加入北约的计划，声称这一行为是严重错误，俄方将被迫采取报复行动。普京的话，我觉得他这个俄罗斯元首，他不能去干涉这个芬兰人民的这样一个自主选择。这个2014年这个乌克兰危机啊，实际上已经对这个芬兰这个加入北约是有很大的一个触动了。俄罗斯他也明白，就是实际上也很难阻止这个芬兰加入这个北约啊，因为尤其是2014年这个乌克兰危机以来，就是芬兰与北约的这个合作实际上是越来越多，而且是公开化的。我相信俄罗斯对这个也是了解的。芬兰最终要加入北约，可能也就是一个时间上的一个问题。而芬兰总统尼尼斯托不仅是穿梭于东西欧之间的北欧信使，更是双方间的口译员，向两边解释彼此的想法。在他今年1月与普京进行最后一次长谈的前后，他察觉到了普京出现变化，他的心态、决心与果断显然不同以往。他相信普京觉得自己该把握现在所拥有的势头。尼尼斯托还称，俄罗斯坚持明斯克协议必须获得坚守，但俄乌双方对此有歧见。归根结底，在可见的未来，俄罗斯剩下的选项将是施压欧洲，并向美国提出要求。尼尼斯托给了外界不乐观的预期，这也让各国积极为俄乌开启战事做前期准备。而在俄乌危机前，芬兰化及其理念是欧洲国家试图化解乌克兰危机的倡议。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在前往莫斯科的飞机上透露，让乌克兰芬兰化是他与普京讨论的方案之一。但在今年2月8号，马克龙与泽连斯基举行新闻发布会时，否认是他提议让乌克兰芬兰化的。芬兰化或称芬兰模式，其实是对芬兰在冷战时期对苏联政策的总结，泛指一个国家在维护国家主权的同时，不挑战更强大邻国的决定。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2014年在《华盛顿邮报》撰文指出，实现乌克兰的芬兰化是解决当前乌克兰危机的有效方式。乌克兰不能选择一方而反对另一方，应该成为连接东西方的桥梁。这一观点后来又受到了美国著名地缘政治学者布热津斯基的加持。他在2014年一场研讨会也表示，乌克兰可以仿效芬兰模式，即可向欧盟靠近，但同时保持与俄罗斯的关系。而现在剧情发生反转，芬兰一旦加入北约，将对俄罗斯安全形势产生巨大影响。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在4月14号就警告北约，
如果瑞典和芬兰加入这个由美国领导的军事联盟，俄罗斯将不得不加强地区的海陆空力量，包括部署核武器。莫斯科也将有更多官方登记的敌人。梅德韦杰夫还表示，如果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俄方将加强在西部边界的防御，届时波罗的海区域无核化地位将无从谈起。俄罗斯莫斯科共青团员报网站5月12号发表一篇文章，题为“用核弹头应对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文章采访了俄罗斯国防杂志主编伊戈尔·科罗琴科。科罗琴科表示，在这种情况下，唯一且实际上无可争议的恢复军事的方法是将战术核弹头转移到西部军区和波罗的海舰队。也就是说，转移给西部军区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以及在波罗的海舰队舰艇和潜艇上的口径导弹，都应该装上核弹头，以威慑北约。这是唯一的方法。据英国《太阳报》报道，俄罗斯已开始将伊斯坎德尔弹道导弹转移到芬兰的边境。当地时间5月16号，社交媒体上一段视频显示，载有伊斯坎德尔弹道导弹的发射车正在向芬兰边境行驶。伊斯坎德尔是俄罗斯短程弹道导弹，射程近500公里，可携带核弹头。他的这个观点，实际上在俄罗斯的这个政策界啊，包括在军事专家这一块，实际上是很有市场的。因为不少的这个俄罗斯专家判断，就是说，这个如果俄罗斯与北约之间的这个冲突最终是要靠这个核战争来解决的话，那么你北约就是再增加10个新成员，实际上也就是一个数量上的增加。实际上，对于真的他们双方的这种对抗啊也好，最终解决问题也好，如果是采取这种核战争的方式，是无济于事的。所以说，北约这种继续东扩这种方式，只是会让这个俄罗斯跟北约之间的这种安全困境呢，就是越陷这个越深。当地时间17号，俄罗斯外交部宣布，俄罗斯将退出波罗的海国家理事会。俄外交部表示，波罗的海国家理事会正在堕落，欧盟和北约国家不愿意在这个平台上进行平等的对话。西方国家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并损害俄罗斯的利益，而垄断了这个组织。